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 对不起，不要碰我的宝贝！只是个花瓶，反正需要这么大吗？你懂什么啊？这个花瓶在我们家已经传了5代，现在给你们弄破了，叫我怎么跟祖先交代？对不起啊，于太太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负责的。当然是你们负责了，赔钱！是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于太太，请问这花瓶价值大概多少啊？至少要500万啊！500万！任品没有跟我抢生意，我是因为走不开才打电话叫任品帮忙带客户去于太太的家的。我还是于太太的 agent 啊？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？那你刚才都没有给我机会解释，对我发脾气。你可不可以问清楚？不要每次这么冲动。宝贝，我平时也不是冲动的人嘛。哎呀，这次是因为怕人家抢走你的生意吗？快点跟他道歉。Sorry 啦 ，bro， 是我误会你啦，你不会放在心上的，对吗？嗯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。哎呀，失望了，失望。我请你喝一杯，那喝过了就把一切不开心的全部都忘掉 ，OK？ 一杯。喂 ，boss， 跟于太太谈到怎么样啊？他坚持要我们赔钱呢。公司有买保险吗？粉刷物质收费很低，通常这种工作我们都没买保险的啦。爸，你就要找人做鉴定，免得被敲诈。我把他带回来就有这个打算，现在只好等做了鉴定之后再看能怎么办喽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可以的。我相信以后一定会越做越好。真的多亏有你的保佑，你帮了我很多，给了我很多提议，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。请我吃大餐。OK。今晚有空吗？今晚不行。约了任品。正打算约他。Enjoy。谢谢。喂，任品，我终于 close 了第1个 deal 了。哇，肯定很开心吧？Congrats！ 谢谢你。你今晚会早回家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我见完客户就回家了。那太好了，待会儿见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你要回来了吗？哦。Hello， 任品。喂，晶晶啊。我的客户拉着我陪他喝酒，我应该会很迟才回家。哦，那你几点会回来？我等你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可以等你。你不要等我了，你先吃吧。好了，挂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哦。晶晶 ，Let's go。啊 ？Go where？即係 Mr. Lim。
哦，对了，是今天，给我5分钟。哦，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，昨晚是不是玩得太开心啦？不是啦，昨晚任平要见客户，所以很晚才回来，我没有庆祝到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任平好像不怎么在乎我。嗯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每次跟任平约会的时候，他总是好像不怎么感兴趣，有时候还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不如这样，我叫 No.1去教任平几招。哦，不用啦，我只是觉得现在好像不了解任平了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以前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直、很善良的人，可是现在却好像不是这样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任平有时候比较急功近利，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个好男生啊。觉得人与人之间相处久了，有时候可能会发现对方有一些缺点是我们受不了的，但只要对方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们是可以包容的嘛。你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的要求挺高的哈。啊，可能是我想太多了。那就不要想了，走吧，不然我们要迟到了。嗯，我出去等你啊。李太太啊，这是我们送给您的。这活性银杏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我自己也有在吃，觉得效果很好，希望您会喜欢。不要以为送我保健品、打破花瓶的事就可以算了。我知道，我做了鉴定，知道您的花瓶是很名贵的古董。当然啦，你以为我骗你们啊？不是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于太太啊，打破您的花瓶的确是我们不对，赔是肯定要赔的，只不过能不能够商量一下，少赔一点啊？老实说，我就算把整间店当掉，都没这么多钱呢。这个是我的传家之宝，有钱都买不到，叫你们原价赔偿，已经是很便宜你们了。我都还没要求赔偿精神损失，你还想减价？于太太，打破你的花瓶的确是我们的错，可是既然你的花瓶那么贵，就不应该随便乱放啊。所以这件事你不能全部怪我们，你有责任的。我已经一直提醒你们要小心点，你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。好了，现在出了事，还想把责任推给我，你想都别想。见鬼了，我哪有推卸责任啊？于太太对不起啊，我的员工不会说话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请您多多包涵。总之，你们要赔500万，要不然就等着收律师信。哎，要不是我跟任平吵架，就不会搞成这样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来负责。是好运装修承包粉刷工作的，于太太要告也是告好运装修啊。再说你有500万嘛？没有哎。你有没？我也没有，再想想办法啦。哎，不用想啦，想破头也没有用。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。谁？马尼明咯，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，500万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东西。你去跟他借，以后再想办法还给他。不行，他现在已经够烦了，我不想增添他的烦恼。那就请雨柔帮忙咯。他不是也蛮有钱的吗？你们现在在一起，他不可能见死不救。更加不行，我是公司的老板，现在公司出事了，
怎么可以叫自己女朋友承担呢？全部都不可以。那你要怎么处理？总之，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。放心啦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问题是没有钱。哎呀，那个花瓶要500万呢。哈，500万，我们赔不起怎么办？可能会被对方告，公司也有可能会倒闭咯。不可以倒闭，好一装修是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，不可以倒闭。爸，冷静冷静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好点嘛。哎呦，我都不懂要怎么说你啊！不会做生意也就算了，现在搞个公司倒闭啊！你们先不要这么激动，我只是把最坏的结果先说出来，公司未必会倒闭的啊。这是一场意外，也不可以全怪郝建的。总之你们不要担心啦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办法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会以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款，看能不能借到这笔钱哦。如果借不到呢？还有我啊，叔叔阿姨，总之你们放心，我们会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的。雨柔啊，花瓶赔偿的事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总不能叫我袖手旁观吧？虽然我不能一次过拿出500万现金，不过我可以卖掉1栋公寓，那就足够应付啦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为了帮我连房子都要卖掉的。如果你拒绝我的帮忙，那对我很不公平。以前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二话不说就帮我，现在我们在一起了，你却不让我帮你，是不是对我很不公平啊？我是不希望你为了帮我付出那么多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应该这么想，接受我的帮忙呢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你不应该觉得有压力。啊，难怪有人会说我虽然一事无成，可是天生好命。现在的你和以前的丽敏都是富婆，我想破产都难喽。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，不想一辈子的靠女人，尤其是你。如果丽敏愿意帮忙的话，你会接受吗？如果一定要在你和他之间做一个选择，我宁可接受他的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比你有钱哦。怎么啦？没事。好啦，放心啦。总之呢，我一定会自己想办法搞定的。你忘了拿酱料了？啊？哎呦，可能刚才走得太匆忙，一时忘了。我看看厨房有什么酱料可以让你配吧。啊，说吧，公司发生了什么事？没事啊，会有什么事呢？早上任品送早餐来的时候，说话支支吾吾的。我问他发生什么事，他也不肯说。他不说就代表没事喽。放心吧，公司有什么事，静静一定会告诉你的。我去看看厨房有什么酱料让你配沙拉。吃饱了，我要回公司一趟。Good morning， 哎，怡姐，大妈，你怎么会来？我来突击检查，看你们有没有偷懒。哦，不会啦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有帮忙看着他们的，没有人敢偷懒的。跟你们开玩笑的啊，我知道呢，你们很用心，会自动自发的把工作做好的。对了，宝佑，于太太的房子怎么样了？我们成功卖出去了，是我跟任品 co-broke 的。这么好的消息，怎么你跟任品没告诉我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告诉他们，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，就不要去打扰你，让你好好休息哈。我只是伤了脚，不是伤了脑，我还是可以如常工作的。静静，宝佑，要是公司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要等事情严重了再来找我。哦，我们会的。
哎呀，放心啦，他们都不是小孩了，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你就赶快养好伤，回来工作喽。那好吧，我回去了，你们去忙吧。小心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们加油啊！我手头上那2个 case， 我预计会在这个星期内 close deal。很好，果然很有效率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早上你母亲打给我，叫我赶快帮她找一个 buyer， 你跟她谈了吗？你暂时不用处理她的公寓，我再跟她谈一次。好吧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对了，你妈出院了吗？啊，她现在在家里休养，脚伤也康复了很多。以你妈的性格，就算她生病了，也会继续工作。这一次怎么会休息这么久呢？之前听你说过，她的情况比你想象中的严重，她没事吧？没想到你也会关心她。那当然啦，如果她不在，没人跟我竞争，我会感觉很无聊的。说真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不在，还总是把她当成理所当然的。现在她生病了，我才意识到我们应该珍惜在一起的每个时光。怎么突然那么感慨？说到你妈，好像时间不多一样。啊，没有了，人生本来就很无常啊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或死亡哪个会先到，所以应该好好珍惜身边的人。我先出去了。今天不拿钱，我不走。就知道你根本不想帮我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可以这次不救呢？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痒。给我，假日转钱给我，我就把药给你。Karen， 醒醒。你现在逼我也没有用。你不要后悔。妈，你怎么了？醒醒！妈，怎么了？妈，我送你去医院了。害死我的！害死我！妈！怎么那么突然？我听说是心脏病爆发。那 Andy 现在怎么样？我刚刚在丧礼看到他，感觉他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也许他们母子俩关系不是很好吧，一点都不觉得他难过。就算关系不好，怎么说也是他妈妈。我想心情可能会受到打击的。或许吧。其实我听他说过，他一直想要得到他母亲的认可，可惜现在没机会了。
我害他卖不成他母亲的公寓，还吊销了执照，让他不能在他母亲面前表现。我想他一定会怪我的。就是你，是你害死我妈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昨天看你匆匆忙忙离开她的家，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？说！不关我的事，是他自己病发的。你明知道她病发了，你为什么不叫救护车？你到底是不是人啊你啊？我没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你想要钱，你骗她卖房子，卖不成，你要害死她是不是？没有。我只想过要借钱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死他。如果房子卖得成，事情也不会是这样了。害死我的，是害死我。我只想过要借钱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死他。如果房子卖得成，事情也不会是这样了。你妈的房子根本不值那个价，你却卖得出。如果是别的agent，我肯定怀疑他在背后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。为了帮他卖房子，你连违法的事情都做得出，你就得接受 CEA 的调查吧。